喺匠人嘅手裏面，幻劣嘅食材點樣變到溫順？傳統手法又有咩獨門秘籍？流傳百年依然令食客痴迷。巧手下最本質嘅美味，令人留戀，讓傳統不息。100雙手能做出100種唔同嘅味道，有啲粗獷，有啲細膩，有啲奔放，有啲溫柔。千百次重複同樣嘅動作，只係為咗喺老廣心中比天仲要大嘅2個字：好食。手與心相連，喺冰冷嘅機械工業時代，匠人手做嘅食物係人同自然嘅對話，係浮躁世界裏面手藝人對生活嘅熱誠同堅守。今日係農曆15，鄭錦輝、鄭少君兩夫婦嘅果品店生意格外火爆。從朝早5點到正午，店裏面啲師傅手上嘅工作就冇停過。之前叫做發粿，乜叫雙架發粿？之前叫落湯煎。一到時令8節，潮汕人家家戶戶都離唔開果。清明節愛食抱子粿，農曆節你愛食堅粿，七月半天王節愛食紅頭粿。潮汕果品製作技藝有500年以上嘅歷史，亦係廣東地區著名小食。老鄭屋企做果已經傳咗4代。27年前，鄭錦輝自從開咗果品店，生意就越嚟越紅火。潮汕人點解咁中意果？而呢個果嘅原料又係乜嘢呢？潮州鳳凰山海拔1391米，係粵東第一高峰。山頂常年雲霧繚繞，氣象變幻多端。今天霧很大，看一下。哎，這裡很多鼠尾草。鄭錦輝每年嘅農曆10月到來年1月都要上山嚟搵一種野草。這個比較嫩的鼠尾草，它的硒就比較多，很多硒都連在一起。鼠曲草亦叫做鼠殼草，有清熱解毒、涼血止痢、燥濕殺蟲嘅功效。不過，鄭錦輝採集鼠曲草並唔係為咗醫病。哦，這個鼠曲草就是要採這個比較嫩一點的，不要開花是最好的。做起鼠殼果來了，它就很好吃的，就是有這個口感很好。今天就採這麼多了，夠做200-300個。大家來幫忙。原來鼠曲草係做鼠曲果嘅主料。鼠曲果幼黑嘅外表，並冇添加任何色素，而係呢種植物嘅原色。第一次煮的時候就這個苦澀味啊，這個水就不要。那第二次煮的時候，這個水就要流下來。鄭錦輝倒嘅係用米磨成嘅粉，呢個就係做各種果嘅主要材料。有一股很清香的味道，就是青草味道。就是不粘手，可說是強。你唔好睇而家鄭錦輝動作熟練，講起各種果嚟都係頭頭是道。
其實啱啱開始做果品生意嘅時候，佢嘅果品種少，餡料單一。為咗咁樣，佢仲專門跑到廣州茶樓偷師學藝。我一個人就一下子買了12輛這個小車啊，這個點心啊，所以被旁邊幾個老太太都笑死了，說一個人吃這麼多。他說好像是很多天沒吃東西一樣的。其實我就是要看着味道，還要看他們是怎麼做的。蒸好嘅薯殼果色澤烏黑發亮，餡料絲絲嘅甜同果皮淡淡嘅野草清香嘅結合，令到入口軟糯香黏，欲罷不能。潮汕果品種類繁多，如果話薯殼果係其中歷史最悠久嘅，咁紅桃果就係潮汕人一年四季最離唔開嘅果品。只能每年嚟做好事拜老爺敬生啊，敬生每日最多幾多用隻紅桃果。紅桃果就代表潮汕味道。潮汕多僑鄉，喺海外嘅300幾萬潮籍華僑，將紅桃果亦帶到咗海外。新加坡上一個月就是美食節嘛，他就是在我們這裡訂了幾萬個紅桃果，本來就這鑊就是要賣10天，但是一下子就3天就賣完了。紅色係吉祥如意、好意頭嘅象徵，所以加咗玫瑰紅嘅食用色素，做出嚟嘅果係粉紅色嘅，頗為喜氣。現在這個紅桃果呢，也可以做成小吃，所以就加這個蝦米啊，還有這個豬肉花生米啊、芹菜啊，還有更高級的就是要這個干貝之類的東西，就是海鮮。紅桃果最好食嘅做法係用油煎，可以加啲雞蛋，將果皮煎脆，咬落去卻係香軟嘅糯米飯，迂回於酥嫩間，齒頰留香。潮汕果嘅食法喺外地人睇嚟，既係油膩又熱氣，但係唔煎唔炸冇好果，果食嘅就係佢嘅香素。呢種大米做成嘅小食，睇上去簡單，其實精細考究，唔花功夫係做唔好嘅。果貫穿喺潮人嘅整個生活途徑中，暖胃暖心。而喺廣東肇慶，令當地人無論去到邊度，都會記掛當地嘅一種小食。比起果泥，嗰個係大隻佬食物。寒冷嘅冬日，攞上辣手嘅粽，一層層剝開，濃濃嘅糯米香混住五花肉嘅甘，綠豆嘅麵，入口鬆化爽滑咁香。好似探險咁，草又高過人，路又高過人。一早，蘇小飛就同表姐帶住幾個壯丁去山裏面揾2樣重要嘅食材。一定要戴手套嚟摘咯，因為咧佢係戒手噶。呢種葉咪普通嘅竹葉，點解要冒住受傷嘅危險，成個山去揾呢？啲芒葉咧，佢咧生長咗好似嗰啲竹葉咁樣長長嘅，但係咧佢唔係竹葉嚟嘅咯，
因為我哋每年都會要用好多嚟包鹼水種啊嘛，所以咧都要密密咁樣去揾咯。原來呢種野生植物就係我哋平時包種用嘅芒葉。不過肇慶獨有嘅種果蒸種用嘅卻係另一種葉。肇飛作為種鋪嘅小當家，必須揾到呢種原料。翻過嗰邊一邊嗰度一邊係咪啊？嗱呢度啦嗬，跟住啊，呢個冬葉咧就係我哋鄉下嘅本地冬葉啦。呢個冬葉咧就有保鮮作用啦，同埋咧可以清熱解毒啦。冬葉係包果蒸種嘅絕配，不過而家越嚟越難收集。而家就少人種啦，即係太平啦。而家啦，屋前屋後種啲啊，攞嚟你自己啊，過年過節啊，包種啊啲咁咯。呢啲啦，呢啲靚，又唔大又唔細咯，呢啲咯。今日嘅葉大豐收，不過肇飛嘅任務並未完成。鼎湖山最出名嘅莫過於山泉，呢個亦都令到果蒸種口味更為甘醇嘅秘訣。肇飛嘥咗咁多功夫，無非係為咗追求果蒸種極致嘅口感。肇飛屋企嘅老字號果蒸店就係開喺鼎湖山腳下邊。清晨嘅客人唔多，肇飛揸緊時間同媽媽一齊拌料，準備製作。現在我拌的是五花肉，本地人最喜歡吃了。普通嘅種用長條嘅芒葉包成四面體狀，而果蒸種就必須採摘新鮮嘅冬葉，包裹埋本地生產嘅糯米，以及今年收穫嘅綠豆、肥瘦相間嘅五花肉，先算正宗。而呢一切，肇飛早已爛熟於心。13歲開始學包種噶啦。呢個種咧就係陳朝時代就有噶啦，成2000年歷史噶啦。我哋屋企咧就有5代人都係包呢個種噶啦。蘇家從1989年開始專心做果蒸種生意，創始人係肇飛嘅爸爸蘇達榮。一個大男人整種喺當地遠遠唔算體面，但係估唔到堅持落嚟，竟然成為咗品牌。更意外嘅係，90後嘅女因為自細喺種鄉中長大，對果蒸種充滿咗感情，而家居然願意繼承呢份辛勞嘅手藝。78歲嘅老父親已經好少返店啦。最近，肇飛琢磨咗一個新嘅果蒸種品種，等佢返嚟指點一二。但我自己諗咗一個咧，就係黑糯米、白糯米加蛋黃同埋紅豆，你覺得咁樣好唔好啊？傳統嘅冇乜度都要呢個味道得，你就打得出呢個。起碼咧就將自己老豆一生咁辛苦做落嚟嘅果蒸種業咧，就即係自己傳落去咯。呢個咧就係你嘅品種啦，呢4個都係我嘅。肇飛將自己同爸爸嘅實驗作品，連埋今日包好嘅果蒸種一齊送去蒸爐房。每隻重成1斤以上嘅果蒸種，將會用山泉水浸泡、大木柴猛火蒸煮嘅傳統手法熬8個鐘頭。嗰啲種咧，佢要大火，慢慢咁樣，一唔夠柴就要人加咯。每晚睇火咧都要望實個爐㗎。攞清
漂一漂，撇一撇啲油漬，淋一淋佢。咁呢嗰啲咧就乾淨。返到店裏面，小飛馬上將琴日同爸爸一齊研發嘅新品種攞出嚟試下。哇！咁正啊，嗰啲椒啊嗯，好甘啊！哇！蛋黃喎，我睇下落咪真係好正啫。你覺得我個味道同你個味道係點咧？比呢只咧個味道咧特別好食嘅。佢個味道咧係比較更香啲。佢依家攞紅豆嚟代替咯，唔係攞綠豆咯，起碼佢有種新鮮感咯。成功啊！呢個氹緊成功。甜糯米、嫩冬葉、山泉水同自然相遇，善待自然，佢就會回歸你美味嘅食材。小飛以特有嘅活力同勤勞，守護家傳手作，守護童年安心感嘅家鄉味道。離肇慶500公里嘅梅州大埔，嚟自中原嘅先民長途跋涉，遷居至此，形成既有北方中州古味，又兼南方客地特色嘅飲食文化。淨係小食就超過200種，係手作美食嘅聚集地。邱懷玲做咗30年本地小食，因為手巧，成為咗本地飲食界嘅名人。佢最大嘅心願係將大埔美食推廣出去。女兒瑞丹亦都幫住媽媽加把勁。陽光唔來啊！最重要的是可以做一個作為大埔小吃的傳承呢，能夠一代一代的可以接下去。而且我覺得也有很關鍵的一點，就是做好大埔小食文化城，係兩母女實現目標嘅第一步。開業前夕，邱懷玲特登嚟到呢度試下新場地，同時要喺呢一度試下客家小食裏面最著名嘅老鼠板。因為老鼠板呢有它的訣竅，就是說要有熟的跟生的混在一起呢，去發酵呢，它會帶來一定的韌性。這個米還有個米香味，這個呢拆起來的時候要拳頭要用力，你的五指拳頭也要放下去。用蒸熟嘅米粉團做板婆嘅古老手法，喺呢個機械化時代已經越嚟越少人使用。手工呢，因為它沒有忽略任何一個細節嘛，是要很用心，心用上去了，做出來的東西肯定就有不一樣。提供給客人來吃的時候，他們的口味的感覺感受，他們也會有不一樣的。邱懷玲將搓好嘅粉團放喺特製嘅千孔板刷，來回摩擦，一條條大概1寸長嘅板條從孔裏邊捐出嚟，板條兩邊尖，好似老鼠，因而得名老鼠板。講起邱懷玲做小食，仲要從30年前講起。嗰陣時，邱懷玲啱啱從紡織廠下崗，為咗生計，開咗一間小食店，每日都要做成1000碗老鼠板。估唔到等住食到1碗嘅顧客排成長龍。慢慢咁，呢個傳統手藝令到佢從小食店做到當地唯一嘅4星級酒店。邱懷玲嘅拿手小食，除咗親民嘅老鼠板，仲有以前只喺春節先至可以食到嘅筍板。餡料就地取材，筍板嘅皮就係用當地盛產嘅木薯粉做嘅。相比用模具切割出整齊嘅板皮，邱懷玲更中意同個女一齊用手去捏板。現在年輕人真的要會做這種板的已經是好少好少了。然後因為薯粉呢，它有一個怪脾氣，真的太熟了不行的，太熟它就露餡了。我得好好保護我這個不能露餡。是啊，就沒弄好好看了，就這樣。
过年的时候，也像北方一样，我们就包笋板，也寓意着团团圆圆，红红火火来一年。笋板形似餃子，係客家先民帶嚟嘅中原飲食習慣。但係南方唔產小麥，聰明嘅大埔人就將木薯、山芋等製成澱粉做餃皮。喺大埔鄉村，幾乎家家戶戶都種木薯，係製作小食所需澱粉嘅主要來源。經過5度以上嘅工序，100斤木薯先至可以產出20斤澱粉。一得閒，邱懷玲就中意周圍行下，去揾優質食材。你看那邊就有木薯啊，那一大塊在挖的，那就是做薯粉的、做筍板的那個原材料。邱懷玲估唔到今日運氣咁好，冇走幾耐就揾到質量上乘嘅木薯，即刻就同農戶講起咗買賣。我說阿伯，你能夠收多少薯粉？你家裡？我家裡100多斤，都200斤。100多斤，200斤。那以後你收成了，我就跟你收哦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然後呢，看其他的農夫有多少，我們有多少收多少啊。就說有1萬幾千斤，也要，都能要都要的啊。我跟你聯繫，好不好？好的，你就跟我聯絡，我也會跟你聯絡啊。可以。過年正係餐廳最忙嘅時候。邱懷玲通常會提前同屋企人聚下。今日佢準備做一味叫鴨鬆羹嘅小食，不過呢味小食同鴨肉完全冇關係。鴨鬆羹呢，就是我們祖先傳下來的，煮的時候要壓，然後吃的時候一咬就斷，所以它叫鴨鬆羹。做鴨鬆羹好嘥體力。邱懷玲嘅先生都過嚟幫手。我們客家人認為他是，如果你有孝敬之心的，肯定會送上一碗鴨鬆羹。鴨鬆羹來了啊！鴨鬆羹據講係古時候一個孝子根據老父親嘅口味發明嘅小食，因為佢嘅口感鬆軟糯香。微辣香甜，一直以嚟被作為孝敬老人嘅名點。今日嘅家庭聚會當然少唔到鴨鬆羹。其他地方嘅小食通常係宴席嘅點綴，或者閒暇時候嘅零食，唯獨客家小食可以自豪咁自成一席，因為佢哋誕生於祖先篳路藍縷嘅歷史年代。幾乎都係澱粉製成。首先嘅用途係充飢，每種小食都歷史感十足，背後嘅典故或記載住客家人嘅真善美，或記錄住客家人嘅苦中作樂，將勤勞、智慧、堅韌嘅客家文化通過食物一代又一代傳落去。番禺沙灣嘅黃秀甜一家，亦正喺度守住老一輩留落嚟嘅手藝。每日清晨6點，黃秀甜同佢嘅先生大仔都會準時嚟到水牛棚。我哋總共係有4個牛棚嘅，大概係200零隻牛啦。我哋一日揸奶咧，就一日揸2次嘅，早上1次，下午1次。呢啲牛咧，主要係喺廣西啊、湛江嗰啲地方買翻嚟，平時唔揸，佢有奶唔揸咧，佢唔揸少嘅。為咗水牛嘅奶質，黃秀甜餵牛嘅食物非常講究。一年4季都有青草食，到冬天嘅時候咧，食得到甘蔗味啦。點解食甘蔗味產嘅牛奶會好特別呢？食蔗味嗰啲牛奶咧，又甜啲又濃啲。原來用甘蔗味餵牛有促長、增標、泌乳量持續增長及潤肺止咳等功效。雖然對水牛嘅習性好了解，但係喺擠奶嘅時候，黃秀甜仍然會保持警惕。
如果你打得佢太緊咧，佢係唔願意咧，佢係唔流奶出，即係惡揸咯。如果佢願意咧，佢好易揸奶，唔使力噶嘛。如果我哋一日揸奶咧，即係整場牛嚟講咧，2000斤多啲啦，真係好辛苦噶。早上4點鐘就起身啦，做到晚黑11點至12點先有得瞓覺，係要好捱得辛苦，而且好有耐性先可以做到幾十年㗎。黃秀甜同屋企人養水牛幾十年，對牛感情好深，屋企幾代人都唔食牛肉。廣東全年潮濕多雨，而甜品係治療抑鬱、放鬆心情嘅好幫手。老廣看重奶品潤嘅功能，尤其係雙皮奶係老廣最中意嘅小食之一。黃秀甜做雙皮奶係喺1982年。做新鮮嘅甜點，用最鮮嘅食材，一定係最費手工嘅工作。黃秀甜話：一碗正宗嘅雙皮奶，奶必須係清晨擠出嚟嘅最新鮮嘅水牛奶，雞蛋係當地新鮮嘅土雞蛋，白糖要係當地產嘅，加埋火候控制得當，雙皮奶先至會有絲滑嘅口感。嗱，呢個皮幾厚嘅靚係咪啊？咁咧就我哋就倒翻呢啲牛奶落。除咗牛奶嘅香甜之外，另一層滑爽厚度嘅就靠奶皮。水牛奶含有較高嘅脂肪同蛋白質，更容易形成奶皮，所以係廣東雙皮奶嘅首選。倒出嚟嘅牛奶同蛋精混合，重新倒入有奶皮嘅碗裏面，之後就要放入蒸籠裏面蒸。10分鐘之後，入口香滑、口感細膩嘅雙皮奶就完成啦。而一碗正宗嘅薑撞奶，從選料到做法，同樣唔可以有任何差池。我哋呢度係買嘅係廣西嘅靚黃薑，嗰種薑味啊濃啲啊。嗱，你沖落嗰個時間咧，一沖就沖到佢夠滿嘅嗰隻碗。一碗香氣濃郁嘅薑撞奶，秘密就在於撞。奶同薑各味協調平衡到恰到好處，同時撞嘅過程要一氣呵成，防止空氣進入，並且唔可以黐殼。最靚嘅薑撞奶就係你拿起嘅匙羹，下邊咧就係冇黐匙羹嘅，嗰碗薑撞奶就係最靚。黃秀甜一家人分別喺奶牛場同甜品店裏邊照管，雖然距離好近，但係1年落嚟好難團聚埋一齊。3年來第4餐，身體健康。今日係黃秀甜嘅生日，一家人都算係揾到一次團聚嘅機會。靠住手工製作嘅奶製品，黃秀甜同屋企人嘅生活亦越嚟越甜。或者呢一味平價嘅甜品，唔單止令到身體吸收糖分產生愉悅，更係雙皮奶柔和到好似媽媽溫柔撫摸般嘅口感，令老廣產生咗一直嘅依賴。同生活喺安逸富庶嘅珠江三角洲嘅人唔同，潮汕人追求嘅生猛味道喺海上。汕頭達蠔因古城同魚丸而出名。達蠔古城唔大，但係有大細10幾家魚丸店，
呢度每日都有無數嘅魚丸誕生，成為各路食客嘅美餐。而決定魚丸係唔係美味嘅關鍵，就係魚。大概有2000多斤。哎，姐妹，他差不多要了，卖给他了。这是什麼魚？這個黑狗母，哪個湖？那個魚係乜嘢魚啊？其實就係那哥魚。呢種生活喺海洋暖水中下層嘅兇猛肉食性魚類，產量大，肉質潔白鮮美，但係就又有一個最大嘅特點，骨多。於是聰明嘅潮汕人用佢嚟打魚丸。每年秋冬正係那哥魚最肥美嘅季節，打魚丸嘅高手林木龍揸住呢個季節大量入貨。我這裡一天就燒到10多盤還有，幾百盤還有，300-400盤還有。做魚丸都是新鮮的魚，不新鮮的魚不好做。林木龍14歲，因為生計，跟住哥哥一齊學做魚丸，而家已經做咗50年，到個仔呢一輩傳咗4代。以前呢，不管是半夜3更，什麼時候來，什麼時候做，以前都是沒冰的，一船一靠岸就買回來就馬上做，全部都是用手工做。達後嘅漁民對一年4季魚嘅信息了如指掌。可惜隨住海洋嘅過度捕撈，而家嘅魚品種越嚟越少。以前的魚就不是單純這那哥魚啊，以前就馬魚啊、馬鮫魚啊、黃金魚啊，什麼魚都有。那哥魚它的甜度或者新鮮度、輕度，比這任何魚都好。做魚丸嘅第一道難關就係將魚嘅骨肉分離。林木龍幾十年嘅苦功，令佢練就咗一手絕活。雖然已經60幾歲，有啲老化，但係就可以憑住手裏面嘅感覺，將以多骨出名嘅那哥魚處理得乾乾淨淨。這樣刮一下，它的這個小骨頭就出來。你現在你要叫人家手工，要這樣搞的都沒辦法做。都做得都趕不上人家需要，這速度太慢了。剔乾淨骨頭嘅魚肉，加入適量嘅鹽水、澱粉同蛋清，然後開始用力攪拌拍打。呢個係做魚丸嘅第2道難關。睇上去動作好大，但係林木龍一滴汗都冇出。因為佢早已經摸索出用巧力嘅方法。不過，超過1000次拍打嘅繁瑣，仲係令到願意手工做魚丸嘅人越嚟越少。拍到咩時候合適，亦都全靠經驗。打下去需要它打成有這彈性、有粘頭出來了，這魚丸搞得會滑就好。拍打唔夠，膠漿唔套，魚丸鬆散而冇彈性，拍打過度，魚漿變老，魚丸就冇咗脆同嫩嘅質感。打的時候就是15分鐘左右就好，你打時間太長了，它就發熱。魚肉發熱容易變壞，腥味都會加重，所以要喺最短嘅時間內拍到起膠，就可以攞嚟練魚丸。這水是差不多40度的溫度，要放在水裏泡到它，等下個魚接了以後，才可以下鍋。練好嘅魚丸要入鑊煮熟，攤涼裝袋先至易於保存。煮魚丸嘅時候，一絲絲嘅鮮香鑽入鼻孔，整個空間充滿魚嘅鮮甜。煮熟之後嘅魚丸渾圓光潔，富有彈性。
希望自己嘅細路可以將呢一門手藝傳落去。畢竟淨係靠住呢一門手藝成就咗佢嘅家庭同事業。好，你們坐。林則榮係林木龍嘅二仔，18歲開始跟住阿爸學嘢。除咗燙魚、做魚丸，佢仲識一種特別嘅手藝。這兩個就是卵了。墨魚中意喺遠海嘅海洋深水中生活。每年春暖季節，由深海游向淺水內灣進行產卵。就黃色以前人家不知道了，就一起打下去吃，吃了這個紅紅的，就要肚子疼。剛開始的時候是人家剝出來一個一個的拿去煎，吃了還不錯。黏膩度是好了，打好了，然後就可以去煎了。打得好人將佢叫做墨魚卵果，喺平底鑊用力壓薄，再用豬油煎至金黃，散發住一陣誘人嘅鮮香。咬落去，裏面卻仲係滑嫩雪白，照住軟而富有彈性。祝爸爸媽媽身體健康，大家一起乾杯！靠海食海嘅漁民，用佢哋嘅智慧同雙手，將大海給予嘅食材進行再加工，等遠喺內陸嘅人都有機會品嘗到海味嘅鮮味。而喺廣州，有一位特殊嘅手作人，佢喺大都市裏面打造咗一片無土嘅潔淨田園。廣東全年高溫濕熱，所以老廣飲食喜好清淡。粵地對蔬菜嘅食法，大多數係白灼、啫啫。直接用鹽水煮熟嘅白灼，既能保持蔬菜嘅原味，又唔破壞佢嘅纖維。啫啫青菜就係老廣獨創嘅一種食法，將蔬菜加料炒至8成熟，倒入燒到滾燙嘅瓦煲裏面，喺喳喳嘅聲音當中，配料中魚露嘅鹹腥味道刺激嗅覺細胞，試一啖香味濃郁。Merry Christmas！ 聖誕快樂！所有嘅菜都係我哋自己農場嘅。平安夜呢一日，新農夫譚卓南約咗幾個朋友一齊分享自己養殖同種植嘅勞動成果。多謝阿姨，多謝阿姨。多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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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澳籍華人農業博士譚卓南喺澳洲工作生活已經有20年。6年前，佢卻返到廣州，開始咗佢另類嘅手作生活。從這一刻開始，所有的種子就是進入的時候的話呢，它都是要在一個完全的離開地面。種子呢，其實它跟嬰兒一樣，你必須要進行很好的保護。你要對生命不是很在乎的話呢，就千萬不要碰農業。其實它是一種關愛的過程吧。一個年過50、事業有成嘅博士，點解遠離妻兒嚟到農村種菜呢？當時我們有一個不是很健康的食品到了國外，然後引起了一些轟動。當時呢，我兒子呢就跟我說，他說：爸爸，你叫奶奶也離開中國吧。他中國的食物都很危險，農業、養殖業對環境的那種重度的污染，就令到了我真的是覺得該留下來，為自己的國家做出一點我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些貢獻。譚卓南係世界上水耕栽培技術嘅首席專家，
5年前喺廣州霧峰山下嘅白山村租咗一個廢棄嘅採石場，作為佢喺國內水耕種植嘅實驗同參觀基地。啱啱播落嘅種子，經過3個星期嘅培育，就要移植到台面上面，喺水嘅不斷循環過程中，慢慢長大。這種水的話，也就是一種叫做液態的土壤。我們的水量不能太大，因為太大的話呢，它會把那個根系，就是裡面的那個保護層給沖掉了。太小呢，它又喝不到水。水耕種植喺發達國家已經大面積推廣，喺我國只係近幾年先至出現。水耕種植嘅台面離地大約1米高，蔬菜都種喺槽管裡面。很多的蟲跟菌，有80%都是從地底下上來的。那麼這樣我們就會避免了很多病蟲害的發生，那麼我們就會減少了很多用藥啊，各方面就基本上就不需要了。菜地嘅上空用網罩住，但係仲係有一啲貪食嘅雀會捐入嚟偷食。我們看到蝴蝶，或者是看到你看那邊有鳥飛，其實進到我們這裡來呢，它有一個好就是說呢，它是一種生態的感覺。呢度生機勃勃，人類、蔬菜、雀、蟲和諧共存。其實喺譚卓南嚟呢度種菜之前，呢度係一塊不毛之地。譚卓南想依靠水嘅不斷循環嚟推廣等水變乾淨、等空氣變潔淨、等土地變肥沃嘅種植改造計劃。我們每一次收菜完以後呢，像這個根啊，都可以留下來做一個有機肥的使用的。像這一種的話，它本身就有很豐富的那個微量元素。就這種渣的話，我們一曬乾的話，它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有機肥料，一個基質。喺自然狀態下種植出嚟嘅蔬菜，全身都係寶。譚卓南認為，只有食物健康咗，食食物嘅人先至會健康。你給它一種愛心的話，它也會長勢很好，就是一種關愛吧，就是我們所說的那種道法自然。食物我覺得手工是比較好的，它會把我們的愛意、把我們的文化可以傳承下去。譚卓南嘅種植方法並唔難，但推廣過程中卻有人種得好，有人種得差。其實關鍵就在於你係唔係對每一道工序都有要求，係唔係都達到標準。呢啲嚟自廣東民間嘅美食手作者，佢哋嘅匠心，佢哋對製作食物每一道工序嘅要求，已經隱藏喺日常嘅生活習慣中，習慣慢慢演變成一種常態，進而延續為一個傳統。呢種習慣同傳統，就係佢哋嘅大匠之道。